绝嗣皇帝为了后继有人，寻遍天下好运女入宫侍寝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谁最先为朕诞下皇嗣，谁便是朕的皇后。没多久，嫔妃们接连怀上了龙主。我是第4个被朕出喜脉的。娘娘，柳妃生了，是个男孩。看来这皇后之位非她莫属了。可是皇上一看到孩子，就下令将柳妃诛杀了，说是与人通奸。什么？柳妃怎么敢的？我以为胆子这么大的只有柳妃，皇上有命！没想到之后的嫔妃一个个生产，又一个个因通奸之罪被斩杀，皇后之位依然空悬。很快便到了我生产的日子。再加把劲儿啊！孩子快出来了，使劲儿啊！使劲儿啊！娘娘，用力啊！用力啊！生了！恭喜娘娘！要死了！什么？娘娘，这怎么回事？皇上他……我也想问怎么回事，人怎么能生出猫呢？这皇上根本都不用查，这一看不就把我挫骨扬灰了？殿内为何突然没了动静？来人，开门！快看供头里，快！怎么回事？朕的皇上呢？皇上，臣妾对不起您啊，皇上。爱妃倒是说说，你哪儿对不起朕了？皇上，臣妾方才拼命生下的不是皇子，而是一坨奇臭无比的巨大小便，把朕我都熏晕了。当初是哪位太医为你把的脉？是薛太医，他与静妃交好，竟是他故意误诊，小臣妾犯下欺君大罪。也怪臣妾愚笨，听信了他的话，这些日整日滋补，惹得肚子鼓胀，方才不是要生，而是要拉呀逼呀。薛太医已经因为跟静妃通奸被处死了，拿他当替罪羊，最合适不过。所以，朕方才在殿外等了那么久，是在等爱妃如厕。臣妾也不知道会闹出如此大的乌龙，惊扰了圣驾，罪该万死。魏太医啊，你去替苏妃把脉，看她所说是否属实。是。娘娘，劳烦把手伸出来，让臣把脉。完了，老天爷，脸面和命，你是一个都不想给我留啊！启禀皇上，贵妃娘娘的脉象确实有些奇特。如何奇特？娘娘的脉象虽略显虚浮，但心跳极其有力，气血也并非产后常见的亏虚之道，反倒有几分中气十足的感觉。如此看来，确实不像刚刚生产过。通常产妇生个大胖小子，最少都得去半条命，可
可我不一样啊，生了2只小猫，加起来还没有2斤重。要不是皇上在，我现在还能跑2圈。苏妃毁萧龙寺，愚不可及，欺君罔上，丢尽皇家脸面。即日起，褫夺封号，打入冷宫。臣妾谢陛下饶恕，领旨谢恩。谢天谢地，虽然去冷宫，但至少保住脑袋了。碧月，产婆那边都打点好了吗？我生下小猫的事情，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娘娘放心，宫里的事，产婆也不敢乱说。不过，娘娘，我们的积蓄都用来打点了，接下来的日子可怎么办啊？只要活着，总有办法。这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碧玉，弄点米汤来，这2只小东西怕是饿了。他们好像不爱喝米汤。娘娘，反正他们都是你亲生的，不如试试奶了。人给猫喂奶，这合理吗？怎么说他们也是我亲生的，总不能真让他们饿死。好吧。娘娘，他们真的喝了。真是奇怪，我这一生救过皇上1个男人，为什么会生出2只猫崽子呢？难道是那只黑猫来报了恩，送了我2只小猫崽？娘亲爸爸，怎么会有小孩的声音？娘娘，猫变成人了！我看到了。娘亲爸爸，娘亲爸爸，娘亲爸爸，你逗我吗？猫崽子变成人了，还这么大，直接就会说话。不知到底是什么使不惯我。不过这小脸蛋软软的、热热的，跟寻常人也没什么不同啊。娘亲爸爸，娘亲爸爸，娘亲爸爸。好，娘亲抱抱。管他们是猫是人还是妖，都是我苏洛霜的孩子。娘娘，这些果子应该够我们吃了吧？住在冷宫不用争宠也挺好的，就是这条件也太艰苦了，自己出来觅食。你听说了吗？有位苏娘娘想怀孕想疯了，整整10个月，摸着一宿的宿便喊皇儿呢。咦，可不是，连产婆都快给熏晕了。听说啊，被打入冷宫后还疯疯癫癫的，整日自言自语的喊孩子。娘娘，这家人太可恶了，居然这么说您。唉，淡定淡定，他们懂个屁！老娘的崽会变形，还会说话，不知道有多可爱。大宝、二宝，娘回来啦！娘亲，娘亲，大宝跟二宝有礼物要送给娘亲。走，看看去。大宝送给娘亲礼物。哪儿来的点心和米啊？
2个偷偷跑出去了？不是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娘亲，我给娘亲找吃的。这个亮晶晶的石头真好看，给娘亲玩。玩？这玩意儿是能拿着玩的吗？这要中九族的呀！娘娘，不好了！传国玉玺和封后诏书被盗，皇上正带着人在各宫搜查，马上就要搜到冷宫了。什么？要是让皇上看到这2个猫孩子和他们拿回来的东西，那我们就都完了呀！皇上驾到！在这里。完了，神脏逼火，这次是真的要掉脑袋了。苏洛说，你说说，为何朕的传国玉玺和封后诏书会在你这里？皇上饶命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。臣妾方才在睡觉，听到外面有声音，立刻出来看，东西就已经在这儿了。定是那3人偷窃以后，知道宫里查得严密，所以把这赃物丢到冷宫，想要蒙混过关，又或是有人想故意栽赃臣妾。哟，苏妹妹这谎话编的，可真是漏洞百出啊！谁不知道这冷宫偏僻又荒凉，那贼人怎么不往别处跑，偏往你这儿跑？而且这点心、这精米是该出现在冷宫的东西吗？难不成这也是贼人送给你的？当众撒如此弥天大谎，你当皇上是3岁孩童，好糊弄吗？皇上依臣妾看，这苏氏想当皇后想当疯了，却因为混淆皇嗣被打入冷宫，于是心怀怨恨，所以才偷到玉玺和诏书。宣贵妃最近恩宠正盛，父亲又是当朝宰相，在后宫的地位举足轻重。但凡跟他发生过摩擦的妃子，疯的疯，死的死。可我只是一个冷宫废妃，哪里得罪过他了？皇上，苏氏罪不可赦，应当立即处死，以正宫规。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。遵旨。大宝、二宝，他们怎么敢的呀？哪来的野猫啊！定是这冷宫不干净招来的污秽之物！快把他们打死，别脏了皇上的龙袍！不要！求皇上开恩，他们只是2只无家可归的小猫，是臣妾来冷宫时挑着解闷的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还请皇上放过。要杀要剐，臣妾愿一人承担。一定要保护好我的崽子们！皇上，这2只小东西怎么给朕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？你喜欢猫？对，何止是喜欢，他们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此事朕自有决断。皇上，他可算糟了。皇上，今天的鱼是松江府进上的1品鲈鱼。姐姐，皇上最爱吃鱼了吗？是啊，顿顿都缺不了鱼。你要记得，要把鱼放到皇上面前。皇上，按照您的吩咐调查过了，苏菲养的2只小猫
是他亲自带到冷宫里，并非流浪。不过，具体来历还查不出来。朕之前并未发现他寝殿养的小猫，到底为何要撒谎？皇上，臣妾方才拼命生下的不是皇子，而是一坨奇臭无比的巨大宿便，把产物都给熏晕了。去，把那晚给苏菲接生的产婆找来。是。苏菲，你到底瞒了朕什么事情？皇上，人带到了。说说，苏菲生产那天，你究竟为何晕倒？老奴是被臭晕的。皇上面前还不老实交代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老奴也不清楚那人是怎么一回事啊！老奴只是知道苏菲她生下来2只小猫，然后老奴就被吓晕过去。什么？苏菲生了2只猫？是的，千真万确，老奴用脑袋担保。皇上，老奴脑袋担保啊！苏菲，好一个苏菲啊！皇上昨天的态度太诡异了，偷窃玉玺和诏书事关重大，可他居然没杀我，还摸了我的猫。可能皇上也喜欢猫吧？不行，这皇宫就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我可不能让我的2个宝贝继续待在这里，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带出去。贵妃娘娘驾到！快，带他们躲起来！参见贵妃娘娘，不知贵妃娘娘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苏氏，本宫昨日来你的冷宫，看那2只小猫还算伶俐，心生欢喜，打算带回宫里亲自抚养，还不快把那2只小猫拿出来，迎接着天大的福气。后宫都知道，宣贵妃最厌恶小猫小狗，先前有位嫔妃的宠物狗不小心撞到她，就被她当场剥皮抽筋了。他哪里是养猫，分明是看皇上对小猫有点兴趣，想要把这猫崽子抓去当争宠的工具。贵妃娘娘，那2只小猫自小在冷宫中长大，怕是沾染了不少恶习，恐怕会令您不愉快。您要是真的喜欢小猫的话，大可以养2只聪明伶俐的幼猫，别让这冷宫之物脏了您的手啊！放肆！本宫还轮不到你一个废人来指手画脚。来人，捉猫！是啊，娘娘不可！娘娘，别过来！小畜生，在这儿呢！还敢咬人？把这2个咬人的畜生给我打死！不要！救命！不要！娘娘，还要反抗！娘娘，我何肯教训这个疯子！娘娘，放开我家娘娘！你是算哪门子的娘娘？别动！你们忘了昨晚你们答应娘亲什么吗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有外人在，你们2个都不可以轻易说话，知道了吗？更不能变成人，听懂了吗，宝贝们？把猫给我抓起来！是。不行，我不能倒下。谁也别想抢走我的孩子！放开！孩子，
我看你是想当皇后想疯了，这不过是2个畜生。你若不给，本宫也不要，给我一并打死！遵命。娘娘，武真住手！参见皇上。薛贵妃，你不在长春宫好好待着，带着一群下人来冷宫大打出手，所谓何事？皇上，臣妾是看那2只小猫在这冷宫里太可怜了，于是决定带到我的宫中去饲养。谁知道这苏氏百般阻拦，还不让，还大打出手，臣妾的人才忍无可忍，教他规矩。疼吗？那就先把猫放下，朕保证不会有人再伤害它。别动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别说我现在是个臭名昭著、被打入冷宫的废妃，就算是之前，我也并不受宠。怎么突然之间，皇上就对我如此看重了？宣贵妃御下不言，纵奴行凶，即日起禁足，无朕旨意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是他挑衅在先。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敢狡辩？方才所有参与动手的工人，全部拉出去，各打30大板。皇上饶命！皇上！启禀皇上，苏妃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但并无大碍，只要往上几日冰晶玉乳霜，便能恢复如初。一起下去吧，朕有话同苏妃讲。是。皇上，臣妾自己来就行。别动。别动。对不起，是朕来晚了。这种温柔来的也太突然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温柔的皇上。来人，在。皇上，传朕旨意，即日起恢复苏氏的妃位，仍居一览殿。是。只有苏妃生下的小猫，才是朕的孩子。那些生下男孩女孩的妃嫔都是在欺君。但是关于朕是一只猫的事情事关重大，贸然说出来，朕也唯恐惊到你，还是从长计议，先让你和小猫过得舒心更重要。皇上要与臣妾说的就是这些吗？臣妾不明白。3日后太后寿辰，爱妃务必出席。娘娘，皇上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军心难测呀。不过趁着位分恢复了，赶紧想办法把大宝和二宝搬出去。他走了，你们不用怕了。哎，来。娘亲，
什么？你说苏氏的宫里养了2个3、4岁大的孩子？奴婢看得真真切切，而且奴婢还听见那2个孩子亲切地喊苏妃娘亲。这入宫不到2年，怎么会有2个3、4岁大的孩子？定是他在宫外与奸夫所生的私生子。也不知道苏氏这个怀了孕的贱人是怎么蒙混入宫的。娘娘，不如我们今日就将此事禀告给皇上，皇上必定会重惩这苏妃。先等等，也不知道这个苏妃最近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皇上连窃取传国玉玺这么大的事都不追究。若是皇上要包庇苏妃，连私生子的事都不追究，我们倒成了挑拨离间的人。那娘娘的意思是？哼，明日不是太后寿宴了吗？若是在太后寿宴上，当着太后和文武百官的面揭发苏氏的罪名，那就算皇上想要包庇他，怕也是有心无力了。娘娘这招高啊！苏洛书，你害我被禁足长春宫，丢尽颜面，我定要你100倍偿还。娘要带碧玉去参加太后的寿宴，你们就乖乖在店里睡觉，不准乱跑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娘亲，我们会乖乖的在店里睡觉。娘娘，寿宴快开始了。我们出发吧。苏爱妃，来，坐朕的旁边。看来传闻所言非虚啊！曾经闻名天下笑柄的苏妃，竟然当真重得圣宠了。苏妃，这到底使了什么法子，竟然在短短几日之内，直接从冷宫废妃攀升到如此高位？是啊，听说皇帝这几天对她关爱至极，成箱的金银珠宝、美食点心都没少送。现在直接让她在太后寿辰上做凤位，看来将来这皇后之位非她莫属了。不用紧张，有朕在。这不是被皇帝禁足的宣贵妃吗？参见皇上。朕不是让你非诏不得出长春宫吗？皇上，今天是太后的寿辰，臣妾准备了一份寿礼，送给太后。臣妾可以保证，这份寿礼一定会让您和太后娘娘大开眼界。臣妾可以保证，这份寿礼一定会让您和太后娘娘大开眼界。何等寿礼，竟有如此奇效！快让哀家看看，看看宣贵妃给太后准备的什么寿礼，真是令人期待呀！打开。那是2个小娃娃，这么小的孩童，浑身是伤，这也太残暴了。宣贵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何把2个孩童带到哀家的寿辰之上？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能让哀家大开眼界之物？太后娘娘有所不知，这2个孩子是苏妃与人通奸生下的野种。臣妾费尽心思才将他们擒获。这个苏妃欺瞒圣上，臣妾实在不忍心看圣上被蒙在鼓里啊，这才冒着杀头的罪名把他们带过来。苏妃，宣贵妃所言属实。苏妃，
宣贵妃所言属实。求皇上太后开恩，千错万错都是臣妾的错，求您放过孩子们。要杀就杀臣妾一人吧。苏洛说：“这回你死定了！”天哪，这2个孩子竟然当真是他的！都这么大了，难不成是他进宫之前女人生的？看他把这2个野种看得比自己命重要，真是丢尽皇上的脸。之前与人通奸的妃嫔，那是一个死的比一个惨。他倒好，一口气生了2个，怕是要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了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后宫竟然藏匿孽种，丢尽了皇家的脸面。臣恳请皇上立即处死这2个小野种，把苏妃株连9族。苏妃，你不必害怕，若是有人栽赃于你只管如实说明，朕定会还你清白。皇上，臣妾说的句句属实，并没有栽赃苏洛说。那个孩子真的是他的呀。苏妃，你告诉朕，这2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苏妃，你告诉朕，这2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皇上，这2个孩子确实是我的，但他们还小，求您不要伤害他们，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。可你生下的明明是朕的猫崽子，怎么会突然有2个这么大的孩子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靖王造反，已经杀进王宫了！什么？哎呀，造反！真是热闹！看来本王来的很是时候。靖王，你竟敢带兵造反，你是疯了吗？皇嫂啊，不是我想造反，是我不得不反。皇上，你登基多年却无一子嗣，如何配坐这皇位？如何服众？如何传承这江山呢？皇上，今日若你主动让位，本王或可留你一个全尸。就凭你，未免也太小瞧朕了！大宝、二宝，娘亲来救你们了！娘亲，我们有乖乖的在店里睡觉，可是有坏人把我们抓来了。娘亲知道你们最乖了，是娘亲没有保护好你们。娘亲现在就带大宝、二宝离开这里。贱人，害我被皇上责罚，还想逃？没门！去死吧！害我的人一个都别想跑！娘亲，你流了好多血！大宝、二宝，别管娘亲，你们快走，带他们2个走。陆双，陆双的血脉明明是2只小猫，这2个孩子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陆双如此在意他们，甚至连性命都能不顾？皇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分神，你是真不把本王放在眼里。看来你速战速决了。坏人，伤害娘亲！大宝、二宝，哎呀！妖怪呀！小孩居然变成了猫，太吓人了！原来你们这2只臭野猫就是那2个孩子！快松开本宫！你们这群臭妖孽！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别伤害他们！我要……原来那2个孩子就是我和陆双的小猫，他们才出生不久，居然就能幻化人形了。陆双，陆双，陆双！
我怎么回到野兰殿了？大宝二宝呢？这不是我在御花园的市井街碰到的那只流浪猫吗？你个死猫，是不是你害的我？那2个小孩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害惨了？我明明没通奸就生了2只小猫崽，我一个产妇为了保命，硬是说自己拉了头大的，我一生的清白都被你毁了。你别以为你这样看着我，我就会放过你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被打入了冷宫，成了狒狒。为了保命，我好几次都差点被砍头了。别跑！我知道你是想报答我的喂养之恩，但你要不要提前问一下我的意见呢？你说，你什么时候搞的鬼？怎么就让我一个好端端的人生出2只小猫来？啊！不就是你侍寝那晚？什么我侍寝那晚？你是不是疯？不对啊，这黑猫怎么会说话？而且声音还这么耳熟。娘亲，你醒了！娘亲，你醒了！父皇好厉害呀，打跑了坏人，还救了你。父皇？皇上，你也会变猫？你也会变猫？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会生下2只小猫了？皇上，你居然是那只黑猫，所以我才会生下2只小猫崽。那我这段时间受的苦算什么？算我倒霉吗？碧玉，在，先把他们领出去。走。陆霜，你还记得5年前你在江南救过一只黑猫吗？5年前？呀，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5年前，我确实救过一只受伤的黑猫，我精心照料它，直至痊愈。可后来它却突然离开了，为此我还难过了好一阵子。那只猫就是我，真本是灵猫一族，因祖宗变故流落人间。当日受伤，幸得有你相救，才保住一命。原来我和皇上这么早就认识了。回到族中之后，朕便开始四处寻找。后来，在树林里遇到一个身负重伤、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人。那个人难道是？没错，他才是真正的人族皇帝。没错，他才是真正的人族皇帝。当时他遭人暗算，命不久矣。这没办法拔呀，不拔只怕你活不久。朕求你一件事。你和朕长得一模一样，你能不能代替朕守住朕的天下？朕遭晋王暗算，活不久了。如果他知道朕驾崩了，必定会趁机夺权。晋王暴虐成性，如果天下落入他的手里，绝对民不聊生。不行，我可不当皇上，我不能答应你，我还有要找的人。凡人以皇帝为尊，你当了皇帝，就能找到任何你想找的人。所以，你就答应了他，成了皇上？成了皇帝之后，便开始四处寻找你的下落。我当时只知道你是个好玉女，其他信息全无，但我从未联系过其他嫔妃。那3个被处死的嫔妃，确实也是与人通奸，朕只不过是借机清理门户罢了。不过，你既然早就找到了我，那为何一直不肯召见我？近乡情怯吧。我既想相认，又怕唐突了你。直到那日，我化作原形去偷偷看你，结果在御花园被你遇见，你还为了朕点心。那一刻，朕便知道不能
再等了。所以，那是你醉酒走错宫殿时？是我故意的。是我故意的。借酒壮胆罢了。我一直认为自己不能令凡人有孕，所以得知你怀孕的消息，偷偷难过了好久，以为你和其他妃子一样，为了当皇后，偷偷跟别人在一起。不过后来我释怀了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就算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也愿意替你养着。那你连别人的孩子都愿意养，为什么要把谎称宿便的我打入冷宫啊？因为我知道靖王在策划谋反篡位的行动，怕他用你来威胁我，只能用这种方法来保护你。现在，靖王已被我诛杀，薛贵妃也被打入冷宫，宰相教女无方，被罢黜，贬为庶民。以后没人能再伤害你和孩子们。陆霜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谢谢你为我生下一双这么可爱的孩子。皇上，那如果我当年没有救你的话，会不会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？缘分天定，我相信即使重来千次万次，我们也还是会遇见。不过，大宝和二宝当着朝堂百官的面变成小猫的事情，放心吧，这件事情呢，我已经交给我亲妹妹去处理了。妹妹，哥，玄机，哥，你交给我的事情我办妥了，所有目睹大宝和二宝变成小猫事情的人都被我抹去了记忆。就是没想到这寿宴上这么多人，可真是给我累坏。陆霜，这是我灵猫族的亲妹妹玄机，她拥有帮人抹除记忆的能力，所以我把她喊来帮忙。玄机总在灵猫族待着，很少来人族，人族的事她都不懂。如果有什么冒犯到你的地方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真厉害，居然拥有抹除记忆的功能。3日后，朕昭告天下，立你为后，册封大宝、二宝为皇子、公主。等等，这事我反对。你反对什么？是我要立后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关系可大了。你呢，是我哥，那你要娶的人岂不是我嫂子了？虽然洛霜姐姐生下了大宝和二宝，但我又不认可她当我的嫂子。她先前3番2次被那个宣贵妃欺负，太弱了。这么弱，怎么配当我们灵猫族的女人？怎么能保护好2个孩子？怎么配得上我跟你呢？玄机，玄机妹妹既然这么说，肯定是有了自己的打算。说吧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？说吧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接下来的1个月呢，我会教你灵猫族女子都会的本领。你要是能学会，我就承认你这个嫂子。好，我愿意学。陆霜，你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不要勉强自己。放心吧。娘亲加油！娘亲加油！学会的本领才是自己的，不管当不当皇后，我都要趁此机会变得强大起来，永远做你们的依靠。楼上姐姐，今天我教你个有手就会的技能，把人带上来。快把我放了！等我重得圣宠，我要你们2个都好看。宣贵妃，苏洛霜，你怎么还没死啊？等我重得圣宠，我要把你和你那2个野种抽筋剥皮，我把你们都弄死！你做梦！楼霜姐姐，放狠话是最没用的反击手段。抽！苏洛霜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忘了你之前是怎么欺负我2个孩子的了吗？哪来的野猫啊？定是这冷宫不干净招来的污秽之物！快把他们打死，别脏了皇上的龙袍！这不过是2个畜生，你若不给，本宫也不要你！给我打死！太后娘娘有所不知，这2个孩子是苏妃与人通奸生下的野种，出身低微的贱人，我想怎么对他们我就怎么对他们！快点把我放了，我还能饶你们不死！闭嘴吧你！你敢打我！
我可是堂堂贵妃，宰相之女，你竟敢打我！打你就打你，贵妃又怎样？宰相之女又怎样？就可以随便欺负人了吗？况且你现在已经被褫夺了封号，你爹也被罢官成为了庶民，你还叫什么叫？我迟早会重回巅峰，到时候我要把你们都弄死！做梦吧你！原来大人巴掌这么响，以后我也要教二宝这个本领，让她不仅可以成为长公主，还可以成为长公主。不错，今天这一关算你通过了，明天我们再继续下一关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竟然开始有些隐隐期待了。马步扎稳点儿，拳头不要软绵绵的，手再抬高点。之后，玄机不仅教我简单的拳脚功夫，我们灵猫族最爱吃鱼，所以烹饪鲜鱼的技巧不得不学。还教我烹饪鲜鱼的108种方法。老双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你真厉害。不过短短10日，就得到了玄机的认可。我打算明日便昭告天下，赐封大宝、二宝为皇子、公主。皇上，那大宝和二宝的名字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大宝呢叫景行，二宝叫静好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。好名字。吃我者，莫若落霜。皇上，娘娘，不好了！小皇子突然昏迷，还一直高烧不退。哥哥，碧玉，去请太医了吗？去请了，奴婢去看看。不对，大宝这不是寻常的发热，而是要觉醒能力了。觉醒能力？灵猫族的猫都拥有特殊的能力，玄机的能力是抹除记忆，而我的能力是植物生长。我们刚拥有能力的同时，就会高烧一场，等身体适应了能力，就会退烧。所以，大宝的发烧不是普通生病，而是觉醒能力。就是不知道大宝觉醒的是什么能力。双儿，都是娘不好，为了给娘凑钱治病，你才进入那龙潭虎穴的皇宫，才丢了性命。双儿，别怕，娘来陪你来了。外婆不要！大宝，你醒了。烧也退了。娘亲，快去救外婆！外婆在屋里荡秋千。荡秋千？大宝，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大宝刚刚做梦，梦到了外婆在房间里面荡秋千，跟前2天碧玉姨姨看的戏曲一样。那时候碧玉姨姨都看哭了，大宝不想让娘亲哭，所以赶紧去救外婆吧。什么荡秋千？皇上，我把太医请来了。碧玉，刚刚大宝说了，你带他们去看戏曲，里面荡秋千是什么意思？荡秋千？啊，娘娘，大宝说的应该是上吊。什么？我娘她……皇上，
小皇子已经退烧，并无大碍。臣去开些调理的方子给御膳房，让他来给小皇子炖些调理的补汤即可。去吧。是。皇上，大宝刚才做了那梦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只是个普通的梦，我娘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宝觉醒了什么能力，我也说不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我妈。明日一早，我陪你启程回江南。至于册封皇后的事，等回来了再办。正好把岳母带来，一起看册封仪式。来人，这要潜在后宫妃嫔，你去负责这件事，每位妃嫔给予50两银子的补偿。是。你去告知太后，这明日要陪苏妃下江南寻亲。是。娘，你一定要没事啊！皇上，太后听闻您要下江南后，约您过去一叙。罗霜，你在这里好好陪孩子，朕继续就回。皇上，你可还记得哀家给你提起过的弟弟？弟弟？什么弟弟？自然记得。哀家当年怀有身孕，陪着先帝下江南微服私访，但是没想到出了些意外。你弟弟不仅早产，还被人掳走，流落民间。这么多年啊，哀家还派人去寻找他，但是都没有结果。这番下江南，哀家希望你再寻找一下你的弟弟。母后放心，朕定会去寻他。你弟弟腰间有一处梅花胎记，这么明显的胎印，明明应该很好找，但是为什么就一直找不到呢？哦，原来太后流落民间的孩子腰间有梅花胎记。对了，宣贵妃那边我已经打点过了，她在狱中不会太难熬。多谢多谢。轩儿，你再等等，爹已有妙计，很快就能救你出狱，跟你狠狠报仇。皇上还有一个弟弟，可这弟弟若是寻回来了，像晋王一样起兵造反，那该怎么办？要是有更合适的人选，朕愿意把皇位让给人族。我乃灵猫一族，这人族的皇位呢，本就不属于我。我是为了找到你，才暂时坐上这个位置。如今呢，已经找到你了，要是有更合适的，我愿意把皇位让给人族。洛霜，届时我想带你一同隐居山林，你可否愿意？愿意。洛霜并非爱慕虚荣之辈，当初入宫也是为了皇榜上的10两银子凑钱给我娘治病。啊，宋昭言是当今圣上的名字，那你真正的名字叫什么？玄逸。玄逸。你也向往遥远风景，我陪你去追寻，去憧憬，把朝夕，把风雨将你安静的事。您过来看看。哎，终于回到江南了。娘亲，这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吗？是啊，娘亲就是在这里长大的，也是在这里遇见你们父皇的。爸爸喜欢这里。碧玉、玄金妹妹，一会儿你们带大宝和二宝去客栈休息，我跟皇上去找我娘。
洛裳姐姐，大宝和二宝就交给我们了。这就是你和你娘住的地方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我娘怎么样？我娘怎么样？还有气息，幸亏我们来得及时。出门前我跟太医开了一些补气活血的药，或许对她有用。娘，双儿，我这是在地府与你相逢了吗？双儿，是娘对不起你。娘，你没死，你活得好好的呢。我没死，那你？我当然也活得好好的。娘，不过你怎么会认为我死了呢？我听说之前宫里有个姓苏的妃子被皇上给斩了，外面传的都说是你。要不是为了给娘凑钱治病，你也不会进入那龙潭虎穴的皇宫。都是娘害了你，所以娘才想着要下去陪你。先前因为通奸被斩杀的妃子，确实有一位跟我一样姓苏的。看来娘是误会了。这位是啊，这位是皇上。皇上万岁！岳母不必多礼，朕此番前来，是为了陪洛霜来寻亲。都进来吧。这些呢，是小婿为您准备的一点心意，请岳母笑纳。江南最繁华地段的地契，东海极品夜明珠，这红蓝宝石、双珠纹金的发簪，这么多的黄金，双儿，这皇上是太看重你了。是，皇上对我可好了。不仅为我遣散了后宫的嫔妃，还要为我举办封后仪式。是吗？这么说，我们的双儿就要成皇后了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多了2个可爱的外孙哦。外孙？天哪，快带我去见见他们。哎呀，我们家大宝二宝可真可爱，外婆太稀罕你们了。看看外婆给你们带什么了？糖葫芦，看看喜不喜欢？一人1个，来慢慢吃啊，你们2个。喜欢。不过双儿，你说你才进宫2年，我看着大宝二宝怎么像3、4岁的样子呀？娘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太长了就别说了，别耽误我和我2个宝贝乖孙亲热。不过呀，只要是我们双儿生的，都是娘的心头肉。娘，我这次接你回来，不仅是参加封后大典，我还要帮你夺回原本属于你的一切。你应该住在苏家府邸，有仆人伺候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住在这个小破房子里。算算日子，我那位争夺发妻家产，又将发妻和女儿扫地出门的父亲，应该快过生辰了。到时候，我们给他送上一份大礼。双儿，你打算怎么做啊？娘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过去的我太软弱，才会让娘亲和孩子们受委屈。还好旋即点醒了我，面对恶事，必须心狠手辣，以牙还牙。洛霜，太后那边呢？探子查到一些关于太后小儿子的信息，我得过去看看。这几天，你就先留在这里。不过你不必害怕，我会留下玄机，还有其他暗卫保护你。你也要注意安全。这次幸好大宝梦到我娘亲上吊，我们才及时赶回来。要是等封后仪式再回来，
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我怀疑，大宝觉醒的是预知未来的能力。预知未来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也不知道二宝觉醒的会是什么，已经开始有点期待了。我们的孩子刚出生就能化作人形，觉醒的能力自然也是最厉害的。这么聪明的孩子，不如再多生几个。请啊，好，哎，里边请，请，哎，请。这里明明应该是苏府。双儿，我们先进去吧。请出示请柬。我是陈达强的女儿，我来参加自己父亲的寿宴，要什么请柬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我们老爷名讳！我们老爷的女儿只有佩佩小姐一人，我们压根儿没见过你们。要是没有请柬，就赶紧离开，不要挡着其他宾客的道。你不认识我们，但陈达强认识，你们可以进去问问，就说苏凤跟苏洛霜进来给他贺寿，看他允不允许我们进去。我们老爷正忙着招待贵宾，哪有时间搭理你们？像你们这种过来攀关系的人，我们见多了。走，别妨碍我们。走。双儿，要不我们等寿宴结束了再来？什么事啊？吵吵闹闹的。佩佩小姐，刚刚有2个人闹事，已经被我们赶走了。是你们？进来吧。今日是我陈达强的寿宴，感谢诸位在百忙之中前来，尤其是要感谢张知府赏脸光临，令寒舍蓬荜生辉呀！祝陈老爷岁岁安康，福满志，年年顺遂，乐无边呐！来，干杯！恭喜啊！干杯！干！爹娘，你们看谁来了？双儿，佩佩怎么带这2个人进来了？这不是被陈老爷休掉的发妻苏氏和他们的女儿苏洛霜吗？苏洛霜居然还活着，她不是进宫后因为奸情被皇上给斩杀了吗？那被杀的苏姓妃子另有其人。不过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她不是应该在宫里吗？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吧？前段时间皇上刚下了旨，要解散后宫，所以说啊，这后宫的嫔妃呀，都可以自行返乡了。双儿，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。你说你当初为何宁愿进宫，也不愿意回来找我这个爹呢？我和你娘夫妻一场，只要你娘愿意做我的妾，我自然会出钱给她看病的。双儿，这次你带你娘回来，是不是你娘想我了，愿意做我的妾了？想让我娘做你的妾？做梦！想让我娘做你的妾？做梦！苏洛霜，你简直是目无尊长，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也轮不到你个外室插嘴吧？放肆！娇娇才不是什么外室，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按辈分你得尊称她一声母亲。母亲？她也配？不仅她不配，你也不配当我的爹。当年你入赘苏家，却在外面养了李娇这个外室，还偷偷生下陈佩佩这个私生女，此为不义。又趁着我外公病逝之时，我母亲悲痛交加之际，侵占我苏家家产，此为不仁。你们如此一对不仁不义的奸夫淫妇，也好意思在这里教我伦理道德？我不孝女，你给我闭嘴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为什么要闭嘴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难道你以为在座的宾客都不知道吗？哎呦，爹，苏洛霜，我本来看在你我同是爹的女儿的份上，才带你进来贺寿，没想到你竟然半分不知感恩，不仅在这里妖言惑众，还敢动手！来人，将他们赶出去！来人，将他们赶出去！慢着，别动不动就赶人。佩佩，她是你的姐姐。洛霜，你还年幼，不知爹的苦楚。爹当年所做之事也是迫不得已。你娘生了你以后大出血，大夫说以后就不能再生孩子了。
我是陈家的独子啊，就算是入赘，也得有儿子传宗接代呀。所以，我才找了外室生孩子。所以，你找了外室，是怪我不是个儿子，怪我娘不能生了。正是。我本想，娇娇生了儿子以后，把儿子带回来，记在你娘名下，这样你娘老了以后也好有儿子照顾。只可惜呀，娇娇第一胎生的也是女儿，为了生儿子，娇娇又怀上了第二胎，结果被你娘发现了我养外室的事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我，害得娇娇流产，你娘害死了我的亲儿子，我才一怒之下休了他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苏氏生不出儿子，还害死了陈老爷的儿子，该死！这苏氏如此善妒，竟然容不下一个孩子。还好，娇娇现在又怀上了，老天对我不薄啊。至于苏家的财产，苏凤不懂经商，苏家的产业在他手里早就败光了。我根本没有夺走苏家的产业，我的产业皆是我经商所得。这座府邸，我住了多年，早有感情，所以将它买下，改为陈府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。双儿，你当年年纪尚小，不知其中缘由，为爹的不跟你计较。你今日既然是给爹祝寿，那就让爹看看你的贺礼。以后你和你娘留在陈府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想要寿礼，好。这是何物？状纸。哎呀，张纸写民女苏洛霜要状告陈达强侵占我苏家财产，将我苏家产业占为己有。这是陈达强将我苏家产业转移成自己产业的全部证据，请张知府明辨。玄仪知道我有意夺回家产，特地派了安谭帮我收集了这些证据。这次我是有备而来。女儿告爹，真是大逆不道。若真是陈老爷侵占了苏家家产，那确实猪狗不如了。毕竟他入赘前只是苏家底下一个穷得揭不开锅的小伙计。诸位，不好意思啊，陈家今天有家事要处理，改日再宴请各位。抱歉。走吧，走。请。苏洛霜，你当真要告你爹陈达强？这本是你们之间的家事，若是能私下解决，何必要惊动官府呢？还请知府大人公事公办。大人，不要听信苏洛霜的一面之词，所有的证据都是假的。他就是恨我当年把他和他的娘扫地出门，所以诬陷我。双儿，我都说了，我可以让你和你娘回到陈府，你为何还要做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这是苏府，不是陈府。我们回苏府也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。苏洛霜，把证据呈上来，是真是假，本官自会判断。这账簿，去死吧！娘
娘亲，小王子，你醒啦！碧玉姨姨，快去救娘亲，有人要杀她！什么？小王子，你肯定是做噩梦了。娘娘有暗卫保护，不会有事的啊！是真的，娘亲真的有危险！救救娘亲！救救娘亲！不哭啊！哭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宝和二宝怎么都哭了？小皇子做了噩梦，说娘娘有危险，让我们去救她。玄机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听哥哥说，大宝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碧玉，你先去找皇上，告诉他陆霜姐姐有危险，我留在这里保护2个孩子。好。哦，不哭。留不得。知府大人这是何意？苏洛霜，我与知府大人乃是知己，好友之间当然是要互帮互助。你们竟敢如此明目张胆的跪上勾结！是又如何？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何要让宾客们先离开呢？苏洛霜、苏凤，我好心带你们进来贺寿，没想到你们是来砸场子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苏洛霜，倒是我小瞧了你，没想到你真能搜集到我转移苏家财产的证据。你虽然是我的女儿，但是威胁到我荣华富贵的人，都得死。你要对双儿做什么？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来人，把苏洛霜给我乱棍打死！双儿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不用照顾娘。不用娘，退后，我来对付他们。不知死活，我上！苏洛霜，你竟然会武！幸好玄机教了我一些功夫防身，不然现在还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娘，李娇，你疯了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等救驾来迟，请苏妃娘娘赎罪。苏洛霜，你居然还有帮手！你竟然敢打我娘！是我说你打我娘，我跟你拼了！打你们就打你们，还要挑日子吗？我都后悔没有早点打你们，要不是因为你们2个，我娘也不会受这么多委屈。当然，罪魁祸首还是陈达强这个不安分的赘婿。苏洛霜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你爹！没有你这种渣爹，没有你这种渣爹！我可是朝廷命官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会把你上交给官府，把张明德抓起来，送到总督府，举报他官商勾结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敢诬陷朝廷命官？来人，把苏洛霜跟他的同伙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我可是未来的皇后娘娘，我劝你们赶紧退下，我要拔刀相对，以下犯上。皇后娘娘，苏洛霜，你是想当皇后想疯了呀你？竟然指使你的人说这样的谎话！我可听说了，宣贵妃才是当今皇上的新奸宠，要册封皇后，也应当是册封宣贵妃。可是轮到她苏洛霜这个无权无势的民间女子，我的双儿就是未来的皇后娘娘，这次回来就是要带我回京，去参加她的封后大典的。痴人说梦！她苏洛霜要是皇后，那我岂不是能当上太后了？放肆！侮辱太后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！知府大人，苏洛霜胆大包天，竟敢冒充皇后，该当何罪呀？提罪当诛，让苏洛霜这个刁民给我就地正法！上！
真有梅花台阶。这位公子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要确认我腰间的梅花胎记？我是替你亲人来寻你的。至于我是什么人，你随我回京城后便知。我的亲人？没想到我陶溪竟然还有亲人在世。谢谢公子，我这就收拾行李，随你上京。从暗探查到的资料来看，此人确实极有可能是太后的小儿子。正好回京的路上，我可以考察一下他的品行。皇公子，娘娘出事了。这两个人的武功竟会如此的厉害！现在到你了！想抓我，没门！张明德，你怎么可以如此下作？这叫兵不厌诈。说得好。没想到苏洛霜竟然这么难缠，不能留了。等会儿我将他伪造成悬梁自尽，对外就说他伪造证据要污蔑我，幸得知府大人英明神武，识破了他的奸计，羞愧而亡。那这个苏凤该如何处置啊？苏凤软弱无能，没了苏洛霜，她什么也做不成。爹，看在苏凤有几分姿色，且与您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不如我们将她毒哑，关在家中伺候您如何？不如我们将她毒哑，关在家中伺候您如何？还是佩佩想的周到。为什么要将苏凤那个贱人留在你爹身边？你就不怕？哎呀，怕什么？他以前斗不过你，以后都哑了更斗不过你，而且有他伺候我爹的牢头，您不就有时间与我一同赏玩那些年轻的男宠了吗？原来当初放苏凤母女进来是存了这样的想法。若是那苏氏那蠢货真成了你爹的妾，那我确实有大把的时间了。来人，将苏凤关到柴房，等我处理完苏洛霜，我再好好会会他。苏洛霜，是你先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若有来生，投个好胎吧。老爷！大胆刁民，放开朕的皇后！大胆刁民，放开朕的皇后！什么人？竟然私闯民宅，还大放厥词，自称为朕！苏洛霜冒充皇后，这个人冒充皇上，真是一对疯子呀！哎，老爷，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苏洛霜在皇宫外面的姘头啊？让开！朕最后再说一遍，让开！好强大的气场，此人定不简单。但皇上远在京城，未曾听说过南下，又怎么会出现在江南？也不可能是皇上。人冒充圣上，给我将他抓起来！大胆刁民，你可认得此物？这是真龙玉佩！参见皇上！还不赶紧放下武器！求皇上恕罪！他真的是皇上？难道这苏洛霜真的是皇后？洛霜，醒醒！小皇子说有人要杀娘娘，是真的。皇上，洛霜，受委屈了。所有欺负过你的人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下官真不知道她是皇后娘娘。如果下官知道她是皇后娘娘，就算给臣10个胆子，臣也不敢动皇后娘娘一根汗毛。就算我不是皇后，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女，身为父母官，就可以随意打杀了吗？皇上，这张明德不仅想谋害我，还官商勾结，其罪当诛。皇上，皇上，下官乃江南总督，救驾来迟，还望恕罪。江南总督，将张明德抓起来，按罪论处。是。
饶了臣吧，皇上！皇上，饶命啊，皇上！皇上，饶命啊，皇上！至于这3个人，陆爽，你来决定如何处置他们。二叔，你我父女一场，你就饶我一命吧！皇后娘娘饶命！皇后娘娘饶命！皇后娘娘饶命！我娘呢？你娘好着呢，在柴房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下官这就去柴房看看。陈大强，放心，我不会处死你。要是直接让你死了，也太便宜你了。你们3个不是喜欢荣华富贵吗？那就将他们发配塞外，吃尽苦头。好，那就按洛霜说的，将他们贬为罪奴，发配塞外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陈府终于恢复成苏府了。我听说陈达强一家都被发配到塞外了，真是恶有恶报，大快人心呐！陈达强垄断市场，恶意抬高米价，害得多少人都买不起米来。还是当年苏老爷人善，不仅价格公道，还乐善好施。娘，我们回家。这一家人真是活该啊！夫人、小姐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自从你们被陈达强赶出苏家以后，这府上的人都快走光了，只剩下老奴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一直等着你们呀。啊，对了，这些都是后来招回来的家丁和丫鬟。洛霜姐姐，我刚在一处密室发现了这5个可疑的男人。管家，这5个是何人呢？这5个人是陈佩佩小姐的肉屏风。肉屏风？此为何意？你们先下去。回夫人小姐，只要他们展示一番，夫人小姐便知何为肉屏风。如今这府邸的主人已是苏夫人、苏小姐，能否留下，就看你们的本事。这怎么还脱上衣服了？这是。他们站在门口是当肉屏风，一人挡风，用肉体温暖房间，便是肉屏风了。这几个都是陈佩佩小姐精心挑选的肉屏风，他们不仅模样俊秀，而且风吹不动，雨打不摇。以人挡风，人族玩的真坏啊！这陈佩佩竟然如此骄奢淫逸，这5个人怕是留不得了。管家，你去备些银子，把他们遣散了吧。是。求求小姐，让我们留下吧。不要遣散我们，我们除了会当肉屏风，其他什么都不会，出去了根本没法活呀。小姐，我可以保证我会当好风的，冬天绝不让一丝寒风吹进屋里来。求求小姐，不要赶我们走。洛霜姐姐，他们这些人什么都不会，放他们出去，他们说不定还会铤而走险。不如把他们留在府里，教他们干活，这样出去好歹也能谋份生计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你们可愿意？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我这儿还缺个仆从，洛霜姐姐，我可以在这挑一个吗？当然可以了。面如冠玉，我见犹怜，手感也不错。洛霜姐姐，我就要它了。玄心妹妹喜欢就好。玄心妹妹是挑仆从，还是挑男人啊？此行收获不浅呢，不仅为岳母夺回了家产，还找到了太后流落民间的儿子。不过，这个陶溪真的是太后的儿子吗？我也不确定，
毕竟太后给的线索里，只有妖精的梅花胎记，而桃系确实符合，只能带回去，让太后见过后，太后自己来确认。血统撑不起我，在妖剑刻上梅花胎记确实有用。宋昭言，你这狗皇帝害死我父亲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碧玉姨姨，妹妹烫烫。小公主这是发热了，我要去告诉皇上和娘娘。这是哪里呀？娘亲和父皇呢？碧玉姨姨和玄机姑姑呢？哥哥，我害怕。妹妹不烫烫了，妹妹好了。妹妹，父皇和娘亲有危险，我要去救他们。可是哥哥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我们不是刚刚还在外婆家吗？这两个小孩怎么被关在这里了？好可怜啊！哥哥，你有没有听到谁在说话呀？没有啊，这哪有其他人，只有我和你。你刚刚没看见吗？有个男人把他们丢进了屋里，然后走掉了。哇，原来是小鸟在说话耶！他们说有个男人把我们丢进屋里走掉了啊！妹妹，你居然可以听懂小鸟讲话！这个小女孩居然能听懂我们的话。小鸟，你能救我和哥哥出去吗？门口上锁了，我们没有钥匙，没办法救你们出来呀。哎呀，那个关你们的男人回来了，我们先走了。你们醒了，吃点东西吧。只要你们乖乖听话，我不会伤害你们。皇上，娘娘，不好了！小皇子和小公主被人劫走了。什么？昨夜小公主发烧，我正要来找皇上和娘娘，可不知为何突然晕倒。等我再醒来，小皇子和小公主都不见了。房内只留下这封信。宋昭言，你的2个孩子在我手上，如果不希望他们有事，5日后你和苏洛霜带薛轩到城西的树林交换孩子，切勿带任何侍卫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到底是谁抓走了大宝和二宝？哥哥，那个桃系不见了。难道是他？大宝二宝不会有什么事吧？他们年纪还那么小，这些歹人太恶毒了。对方想要大宝和二宝交换罪妃薛轩，暂时不会伤害他们的。别担心，我保证一定会救出2个孩子。玄机，你去吩咐侍卫，立马把薛氏押送到江南来。好。我收到消息，宋昭言已经派人把我的轩儿从京城押送过来。等到了5日之后，我们就用那2个孩子把我的轩儿给换过来，我就带着轩儿远走高飞了。到时候，宋昭言和苏洛霜可就交给你来解决了。宋昭言杀了我父亲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，我要让他血债血偿。不错不错，虽然你是晋王的养子，但是却能为他做到这份上，晋王若泉下有知，也会非常欣慰的。小鸟回来啦！妹妹，来听听他们在讲什么。我们看见把你们关在这里的坏人在跟另一个坏人密谋，他们说5日后要用你们换一个叫轩儿的人，还要解决掉叫宋昭眼和苏洛霜的人。宋昭眼和苏洛霜是父皇和娘亲的名字呀。
哥哥，坏人5日后伤害我们的娘亲和父皇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我们要先离开这个地方。我有办法了，那个坏人不是天天都会喝那边那坛酒吗？只要你们往酒里下点迷药，不就能弄晕他逃跑了？可是哥哥，我们没有迷药啊！我知道哪里有迷药，我们去找来。你们在这里等我们的好消息。谢谢小鸟，谢谢小鸟。皇上，属下已派人全城搜查，仍未发现小皇子和小公主的踪迹。皇上，罪妃薛氏已送达江南。知道了，退下。明日就是5日之期，终于能见到大宝和二宝了。也不知道他们吃得饱不饱，穿得暖不暖。此次交换人质，对方要求不能带任何侍卫，恐怕目标是我。多少？你害怕吗？有你在，我不怕。明天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保护好你和孩子们。小鸟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迷药我们也拿到了。哥哥，小鸟把迷药送过来了。哎呀，快点快点，坏人回来了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2个小孩竟敢动我的酒，活腻了是吗？叔叔，我们只是口渴，然后想找水喝。叔叔平时喝这种水，我们也想喝。去，离我的酒坛子远一点，这不是你们小孩喝的东西。这里面是水，一边喝去。今晚别烦我啊，明天你们就能看见你们的爹娘了。真是一天不喝酒，心慌手发抖，畅快。我今天这酒劲儿怎么突然这么大？一晚我就……晕了，他被迷晕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哥哥，我害怕。妹妹别怕，哥哥会保护你的。往这条路一直走，就能走出树林啦。你们不是想早点见到父皇和娘亲吗？还不走快点！是老虎，它会把我们吃掉的，快跑！妹妹别怕。陶西，陶西，血统，你疯了，竟然用水泼我！你才疯了呢！今天是交换人质的日子，我问你，那俩孩子呢？孩子跑了，我去把他们俩找回来。站住！外面林子那么大，那俩小孩已经跑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你去哪儿找？也对，这外面都是野兽，那2个孩子没准已经葬身虎口了。没有了人质，看来只能伪造人质了。还想你呀？快走！累死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闭嘴，记不住。这里应该就是交换人质的地方。拐走我大宝二宝的人呢？大宝二宝在哪儿？在这里。爹，是啊，陶西、血统，竟然是你们2个。大宝二宝呢？我的大宝二宝怎么不说话？小孩子太闹腾，我就给他们下了点迷药，只是昏睡过去罢了。赶紧把轩儿放了，我们就把2个孩子还给你们。人呢？孩子在哪里？宋昭衍，按照我们说的办，否则……不要！否则……
不要！好，答应你，现在就把薛氏放了。轩儿，轩儿，我的轩儿，让你受苦了。爹，石头，答应你的我已经办成了，你赶紧滚吧。轩儿，爹已经备好了船，我们去异国，永远不回来了。快走，快走！还你！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们呢？人都已经还你们了，我的孩子们呢？宋昭衍，拿命来！高希，这个卑鄙小人，速速交代，我孩子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那两个野种竟趁我喝醉逃跑了，这外面都是豺狼虎豹，可能他们已经死无全尸，成了野兽的盘中餐了。看来我单打独斗确实打不过你，不过我早有准备。那出来吧！朝夕，你与薛崇相识，定知道朕乃当今皇上。我待你不薄，为何会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？我当然知道你是皇上，我之所以伪造梅花胎记，就是因为你是皇上。梅花胎记竟然是假的，我要杀了你，为我的养父晋王报仇！没想到晋王一党还有余孽，洛霜，闪开！你们两个谁都跑不了，上！父皇好意啊！父皇好意啊！大宝、二宝，你们没事就好，娘亲担心死你们了。我也好想娘亲啊！娘亲，妹妹可以跟小鸟说话，实在太厉害了。碧玉说，二宝被拐走前发热了，看来他也是觉醒了能力。哥，这对妇女也被逮住，一个也别想跑。跪下！干得好，把他们全部收监，秋后问斩。啊！大宝、二宝，该起床啦，我们准备回京啦。娘亲，二宝还不想回去，二宝还没有听完狗狗讲故事呢。狗狗讲故事？大家后院的狗狗说了很多故事了，它每天都会给妹妹讲故事。昨天狗狗刚讲完，城府一个叫李娇的人，天天背着丈夫私会年轻男人，还怀上了年轻男人的孩子。李娇居然背着陈达强私会年轻男人，还怀上了对方的孩子。还好，娇娇现在也怀上了。老天对我不薄啊！所以说，李娇腹中的孩子并不是陈大强的，真是报应！天天盼着儿子传宗接代，到头来却要给别人养儿子。二宝，狗狗还给你讲了什么故事了？狗狗说，我可能很快就要有小姑父了，因为贤妻姑姑每天都去找小五叔叔，每次一进小五叔叔的房间都好久不出来。小五是玄姬姑姑的随从，姑姑找他可能是有些事情需要他帮忙。啊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碧玉带他们两个去洗漱吧。来吧，来。皇上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不过玄姬妹妹还没收拾好吗？怎么还没来？我来了，哥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你该不会要说你和小五情投意合吧？不是，
我是说，小五可能就是你要帮太后找的人。这梅花胎记我看过，这绝对不是后来刺上去的。确实是梅花胎记，反正小五要和我们回京，到时候让太后再确认一下吧。玄机妹妹，原来你每天去小五的房间是在观察梅花胎记啊？陆霜姐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天天去找小五的？对了哥，我还有一件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喜欢小五，至于他喜不喜欢我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已经略施小计，他已经是我的人了。略施小计，灵猫族的女子这么彪悍的吗？大宝、二宝，外婆有点累了，我们先上马车好不好？好。小孩子可不行听这些事。你跟我上后面那辆马车。玄一，虽然事发时有点突然，但是太好了，我这愚笨的妹妹终于也懂得情为何物了，这样以后她就再也不会来打扰到我们了。原来你是这么想的，我还担心我因为玄机喜欢小五而生气。我们灵猫族从来都是只随心意，不会在乎身份和地位，而且只要认定，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此间事了，回京。